大家好，我是老五。如何做一张披萨可以胜过你最爱的披萨饼店呢？扬长避短。职业杀手烤披萨用砖炉，温度高出家用烤箱100多度，烤出的披萨外脆里软，馅料微熟，这个口感是我们很难超越的。小窍门有很多，但是它们只能帮你烤出一个接近而不是更好的披萨。其实在家做披萨的真正魅力在于随心所欲，放飞你的想象力，狠狠放上那些餐厅舍不得血本或者意想不到的馅料。只要遵循一些简单的规律，你会发现在家吃披萨是一种彻底的任性和享受。分享一个我的做法，所有材料会在视频最后列出。首先我们来和面，选择意大利的00号面粉是最传统的，它是中筋的，但是磨得比较细。或者你选择高筋的面包粉，这两种面粉吸水量都大一些，饺子粉或者中筋粉也可以，差别其实不大。这是激发酵母，用凉水化开，油我也化在酵母水里，这样和面粉混合会更均匀一些。盐和面粉搅拌一下，然后一边搅拌一边加入酵母水。和面的秘诀呢，就是别人家的配方，仅供你参考，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双手和眼睛。我家这里天气潮湿，面粉的吸水量很低，所以一般是从面粉重量50%的水开始加起，不够再加。看不到干粉的时候，上手揉面，揉2分钟就均匀了。这个时候应该是一个柔软偏湿，但是不粘手的面团。我没有再加水，你要根据自己面团的状态调整，水的总量应该在面粉重量的50%到70%。用一块湿布盖上，醒面30分钟。30分钟以后回来揉面，面团更软了，但是不粘手。揉1分钟。继续醒面。大概1个小时以后，我又回来揉了一次。你不揉其实也可以。你会发现揉几下就基本光面了，说明面筋已经进入状态。这个时候我觉得面团有一点干，所以我抹了一层油保湿，你也可以不抹。室温发酵7个小时，主要是把面团的体积发起来。7个小时以后，面团是这个样子的，非常饱满，并且闻不到酵母或者是酒的味道。这个时候放进冰箱，低温发酵24到72个小时，增加面的香味。一般我是开饭前2到3个小时把面团从冰箱里拿出来。我这个面在冰箱里放了48个小时，可以看到一些气泡。这次抹了油，所以很容易取出来。用刀切成2半，把刀口包在里面，整成一个圆形的小面团。这个过程是方便你之后做一个圆形的披萨，同时让气泡的分布更加均匀。让面团在室温下继续发酵。提前至少半个小时预热烤箱，你可以用披萨石头，我用了一个铸铁盘，这些都是为了尽量缩短烤制的时间。你用这种金属烤盘也可以，差别是可以接受的。用烤盘就提前拿出来，不用在烤箱里预热。开始做馅儿，这是番茄罐头。
如果你喜欢吃脆脆的披萨，就把水分除去。新鲜的牛至，用干的也可以。一对好朋友酸豆，还有油浸凤尾鱼。一个酸一个咸，帮助你干掉一大张饼。当然少不了新鲜的莫扎里拉奶酪。切一点茄子，橄榄油煎一下，主要是去水分。凤尾鱼和饼坯里都有很多盐了，所以不用再放盐。2个小时以后，面团长大了，我们开始做披萨。如果你用烤盘的话，把一张烘焙纸放在烤盘上；不用烤盘也放一张纸，因为面团比较湿，撒点面粉，手上也沾一点面粉。取一个面团，用手指压一压。我没有刻意压一个厚的圆边，主要是个人喜好。用手提起来转一圈，利用重力把饼坯拉大。调整到一个你喜欢的厚度就可以了，然后再整理成一个圆形。不用擀面杖，可以保留小气泡。上料之前一定要刷一层油，我用的是橄榄油。家里烤的时间长，这样你的饼不会因为馅料出水而变塌。另外，馅料你尽量选择不爱出水的，不要放太多。我的这个馅料是偏咸的，口味比较重。有一年我在欧洲的一个朋友家做客，他们家的披萨燕京4座，我就请教了做法。这家人描述了在披萨上按照什么样的密度放了多少条凤尾鱼。因为加热以后凤尾鱼会化掉，所以只有别人告诉你，你才恍然大悟，真是任性啊！从此以后我也变成了这样一个狠角色。如果你爱吃咸鱼，一定要试一下这个做法。我用一个披萨铲完成最后一步，如果你用烤盘，就直接把它放回烤箱里。我家的烤箱最高温只有250摄氏度，所以一般要烤8到10分钟。如果你第一次烤，建议在烤箱前观察，防止烤糊了。咱们来看一下成品。外皮非常脆，中心是柔软的，糯糯的茄子配合着咸酸的味道，送着麦香扑鼻的饼坯，实在过瘾。这是我最近制作的一个奶酪蘑菇披萨，也是用料狠，味道足。以后会把配方分享给大家。饼坯的制作今天没有讲得很详细，未来会出一期仔细讲讲原理以及如何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充满期待，就关注或者订阅吧。下期再见。